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华尔街的天空是铅灰色的，后世将这一天称为黑色星期一。道琼斯工业指数在短短几个小时内狂泻508点，跌幅高达 22.6%。这个数字至今仍是历史上单日最大跌幅。全球市场应声倒下，恐慌如同瘟疫，从纽约交易所的交易大厅蔓延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投资者心中。电视屏幕上，交易员们抱头痛哭，表情绝望，仿佛世界末日提前到来。媒体的标题充满了末日审判式的论调，大萧条重现，华尔街的滑铁卢，无数人的财富在一夜之间化为泡影。一位交易员事后回忆说，你感觉整个世界都在你的脚下融化。就在这片人性的废墟和资本的哀嚎中，奥马哈小镇的一间办公室里，一位名叫沃伦·巴菲特的中年人却异常平静。他没有紧盯报价器上那串绿得发慌的数字，也没有加入任何一场关于世界要完蛋了的讨论。他像往常一样，喝着他最爱的樱桃味可口可乐，翻阅着一沓沓厚厚的公司年报。他的目光锁定在了那家生产他手中这瓶饮料的公司可口可乐。在所有人看来，这简直是疯了。市场正在崩盘，连可口可乐这样的蓝筹股也未能幸免，股价从高点大幅回落，人们抛售股票，就像逃离一艘正在沉没的巨轮，不问价格，只求活命。而巴菲特却像一个逆流而上的勇者，开始了他的扫货计划。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的不是屏幕上跳动的价格，而是遍布全球的红色自动售货机，是孩子们打开瓶盖时那次的一声快乐，是无论经济繁荣还是衰退，人们对那一口肥宅快乐水的稳定渴望。他看到的是一家拥有无与伦比品牌力量的公司，它的产品已经融入了全球数亿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他算了一笔账，这家公司每年能卖出多少瓶可乐，它的成本是多少，它的盈利能力有多稳定，它的品牌价值有多深厚。结论是，市场因为恐慌，给这家伟大的公司开出了一个荒谬的跳楼价。于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当恐慌情绪还在弥漫，当人们还在为自己的亏损而舔舐伤口时，巴菲特悄悄地、坚定地累计投入了 10.2 亿美元，买入了大量的可口可乐股票。这在当时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笔投资。他的朋友和合伙人查理·芒格后来评价说，沃伦在黑色星期一后的所作所为是他一生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可口可乐的股价随着市场的稳定而迅速回升，并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为巴菲特带来了超过10倍的回报。那10亿美元的投资变成了一座价值连城的金矿。这个故事我们听过很多遍，但今天我想请你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那个人人自危的时刻，是什么让巴菲特做出了与 99% 的人截然相反的决策？是运气吗？是内幕消息吗？都不是。答案是一种看似简单却极难拥有的品质，穿越周期的远见。这才是富人与穷人之间那道最深最宽的认知鸿沟。什么是穿越周期的远见？它不是预测市场何时涨跌的水晶球，
而是一种能穿透短期市场情绪的迷雾，直达事物本质的洞察力。它是一种深刻的笃定，相信价格的潮汐终将退去，而价值的礁石会永远矗立。在黑色星期一那天，绝大多数人看到的是周期，一个正在崩溃的、充满恐惧的经济周期。他们被周期的巨浪裹挟，本能地做出反应，逃离。而巴菲特看到的是穿越，他看到了可口可乐这家公司拥有可以穿越任何经济周期而不倒的强大生命力。这正是我们今天故事的核心。最近，巴菲特又一次发出了危险的信号。他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手握超过1800亿美元的现金，创下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媒体上充斥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即将到来的惊悚标题。很多人，尤其是手里有点现金的朋友，开始摩拳擦掌，觉得捡便宜的机会来了。但我想泼一盆冷水，如果你不具备穿越周期的远见，那么即便机会如倾盆大雨般落下，你的手中也只有一个漏水的碗，什么都接不住。因为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在市场的喧嚣中抢来的，而是在世界的寂静处等来的。而等待的底气就源于这种远见。那么这种远见从何而来？它并非天赋，而是一种可以通过刻意练习获得的思维模型。这套思维模型就是被无数人误解的价值投资。99%的人认为，价值投资就是买便宜货，然后死等。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如果价值投资这么简单，那世界首富的宝座上应该坐满了菜市场的砍价大妈。真正的价值投资是一场深刻的认知修行，它至少包含3重修炼。第一重修炼，从看价格到看价值，你买的是印钞机，不是一张纸。巴菲特有句名言，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这句话是价值投资的基石。想象一下，你走进一家商店，一件标价100元的衣服和一件标价1000元的衣服，哪件更贵？多数人会说，当然是1000元那件。但价值投资者会问，这件衣服的材质是什么？做工如何？设计能穿多久？品牌代表了什么？如果100元的衣服穿一次就变形，而1000元的衣服能让你在重要场合穿10年，并且始终体面，那么到底哪件更贵？股票也是一样，我们买的不是那个在屏幕上跳动的代码，我们买的是一家公司的一部分所有权。我们是在投资一门生意，这门生意就是一台印钞机。你的任务不是去猜这台印钞机明天在二手市场的报价，而是去判断它未来10年、20年能为你印出多少实实在在的钞票。这就是从看价格到看价值的转变。它要求我们把目光从 K 线图上移开，深入到企业的骨骼里去。这台印钞机的质量如何？我们可以用3个常识性的问题来衡量。一，它有护城河吗？护城河是巴菲特最钟爱的比喻，它指的是企业抵御竞争对手的持久优势。这条河可以是无与伦比的品牌，比如可口可乐，没人会为了省2毛钱去买可日可乐。可以是强大的网络效应，比如微信，你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在用，你想逃也逃不掉。可以是独特的技术专利，比如某些医药公司的核心药物，也可以是极致的成本控制，
比如某些制造业巨头。一条又深又宽的护城河，能确保你的印钞机不会轻易被别人砸坏或复制。二，它的现金流健康吗？利润可以被创造，但现金流不会说谎。一家公司账面上可能利润很高，但如果都是应收账款，钱迟迟回不来，那就像一个看起来很强壮，但血液循环系统有问题的病人，随时可能休克。巴菲特极其看重自由现金流，也就是公司在维持正常运营后，真正能代平安的钱。这些钱是公司扩张、分红、回购股票的底气，是印钞机持续运转的燃料。三，管理层是管家还是小偷？你把钱交给一家公司，相当于雇佣了一批经理人为你打理生意，他们是像忠诚的管家一样，想方设法为股东创造价值，还是像监守自盗的小偷，只想着掏空公司，中饱私囊？看一看管理层的言行，看他们是否坦诚，是否聚焦主业，是否在股东回报上足够慷慨，你就能大概判断出他们的品行。当你开始用这3个问题去审视一家公司时，你就完成了价值投资的第1重修炼。你不再是一个盯着报价器的赌徒，而是一个考察商业模式的合伙人。第2重修炼，从预测市场到利用市场，与市场先生共舞。价值投资的鼻祖本杰明·格雷厄姆创造了一个绝妙的比喻：市场先生 Mr. Market。 想象一下，你有一个商业伙伴，名叫市场先生，他非常情绪化，躁狂与抑郁交替发作。在躁狂的日子里，他会兴高采烈地跑来，报出一个高得离谱的价格，要买走你手里的股份。在抑郁的日子里，他又会垂头丧气地找到你，用一个低得可笑的价格，要把他手里的股份卖给你。你会怎么做？一个愚蠢的投资者会把市场先生的每日报价奉为圣经。当市场先生亢奋时，他也跟着亢奋，追高买入；当市场先生沮丧时，他也跟着沮丧，恐慌卖出。他完全被这个疯疯癫癫的伙伴牵着鼻子走。而一个聪明的投资者会把市场先生当成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他内心对自己持有的生意价值有一杆秤。当市场先生报出高价时，他会礼貌地拒绝，甚至可以考虑把自己的股份卖给他一些。当市场先生报出低价时，他会心照不宣地微笑，然后从他手中从容地买入更多物美价廉的股份。这就是价值投资的第2重修炼。你永远无法预测市场的情绪，但你可以利用它的情绪。这要求我们建立强大的内在积分牌。别人的评价、市场的涨跌是外在积分牌，而你对企业价值的独立判断是内在积分牌。当外在积分牌与内在积分牌发生巨大冲突时，你要选择相信谁？巴菲特在1987年就是坚定地相信了自己的内在积分牌。他知道可口可乐的价值，所以当市场先生因为恐慌而胡乱报价时，他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而今天，当市场先生可能因为加息、地缘政治等因素再次变得歇斯底里时，你准备好你的内在积分牌了吗？你是否对你关注的公司有了一个不随市场波动而改变的价值判断？第3重修炼，从能力圈到舒适区，只在你最熟悉的战场打仗。能力圈是巴菲特思想的另一个核心。他说，
你不需要成为所有行业的专家，但你必须了解你所投资的领域。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却是最难做到的。人性的弱点在于，我们总是不安分，总是羡慕别人碗里的肉，看到别人在科技股上赚了钱，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研究芯片；看到别人在新能源上发了财，就觉得自己也得去搞懂光伏。结果呢，你冲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战场，那里布满了你看不见的陷阱和地雷。你以为自己是去淘金，结果成了炮灰。巴菲特一生中错过了无数伟大的公司，比如早期的微软，后来的亚马逊和谷歌。他从不为此感到遗憾，因为他坦诚地说，我不懂他们的生意。他宁愿错过，也不愿在自己不理解的领域下注。这是一种深刻的智慧，一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谦卑。真正的能力圈，不是你知道什么，而是你清晰地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在这个边界之内，是你的舒适区。在这里，你有信息优势、认知优势，你能做出比大多数人更准确的判断。而边界之外，是危险的未知地带。普通人如何建立自己的能力圈？答案就在你的生活和工作中。你是一名医生，那你对医药行业的理解就比大多数金融分析师更深刻。你是一名教师，那你对教育产品的需求和痛点就有第一手的洞察。你是一个美食爱好者，那你对餐饮品牌的兴衰就有最直观的感受。你的职业、你的爱好、你的日常生活，就是你能力圈的起点。从你最熟悉的地方开始，深耕下去，建立起你的认知壁垒。不要去追逐那些听起来性感，但你一无所知的热门概念。财富是你认知能力的变现，在你的能力圈内赚钱，你赚的是智慧的钱；在你的能力圈外赚钱，你赚的是运气的钱。而靠运气赚来的钱，最终往往会凭实力亏掉。讲了这么多，让我们回到那个最现实的问题：如果危机真的来了，我们这些手头可能只有10万、20万现金的普通人该怎么办？首先，请彻底抛弃一夜暴富的幻想。巴菲特之所以能成为股神，靠的不是某一次神准的抄底，而是几十年如一日对上述3重修炼的坚持。复利，这个世界第8大奇迹，需要时间作为催化剂。其次，那笔超过10万的现金，不是让你去赌博的筹码，而是你的战略预备队。它的第一个作用是给你安全感。当市场风雨飘摇时，这笔钱能保证你的生活不受影响，让你不必在资产价格最低谷时被迫割肉卖出。它给你的是从容的权利。它的第二个作用才是机会基金。当市场先生极度恐慌，将那些你早已研究透彻，在你能力圈内的优质公司的股份印钞机以极低的价格甩卖时，你的机会才真正到来。巴菲特的预言不是一个关于末日的诅咒，而是一个关于机遇的提醒。他提醒我们，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去伪存真的时代。过去10几年靠印钞和泡沫堆积起来的虚假繁荣正在退潮，只有那些真正创造价值的核心资产才能穿越风浪，抵达彼岸。未来10年，真正的财富密码不是找到下一个风口，而是拥有穿越周期的远见。它让你在众人贪婪时保持警惕，
在众人恐惧时看到希望。它让你不再被短期的噪音所迷惑，而是与伟大的企业共成长，享受时间带来的复利奇迹。你准备好做自己人生的首席投资官了吗？